韩国学校里，中国留学生数量甚至占到本校外国留学生总数的1半以上。有人发出感慨称，如果没有了中国留学生，许多韩国学校恐怕就要倒闭了。那么，中国留学生在韩国的真实境遇究竟如何呢？这些中国学生又为何会选择前往韩国深造呢？这些远道而来的中国留学生又给韩国大学带来了哪些影响呢？与很多欧美发达国家一样，留学对于韩国政府而言不仅仅只是一项教育政策，它更是一项涉及本国经济成长的关键产业政策。每年韩国政府都能够靠留学政策获益颇丰。从朴正熙时代开始，韩国就开始学习欧美国家，极力吸引来自全世界的留学生。这一方面是为了提升本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对外界扩散韩国的政治影响力。在冷战的大背景下，当时世界上的很多国家都还不愿意承认韩国政府的合法性。就连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众都对韩国知之甚少，吸引留学生就成了韩国政府对外输出影响力的一种关键手段。不过，韩国的留学产业真正开始蓬勃发展，却是冷战结束之后的事情了。因为在1992年，中国政府正式承认了韩国的政治地位，并开始大量向韩国派遣留学生。从这个时候开始，韩国境内就出现了一些专门针对中国留学生的产业。由于韩国在地理上同中国相近，文化氛围也与中国差不太多，留学费用也相对比较便宜，所以很多人都会选择放弃欧美国家到韩国留学。而在本世纪之初，韩国利用本国的音乐作品和韩剧，一路在全世界各地的文化市场中攻城拔寨，此举更是大幅提升了韩国的国际影响力，包括中国、蒙古，甚至是印度在内的很多国家都深受影响。直到今天，在一些相对落后的国家当中，人们依旧把韩国当作是留学的理想目的地。可见，韩流文化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多么深远的影响力。有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中国大陆赴外留学生的总人数已经超过了800万人次。如果加上中国港澳台地区，这个数字甚至可以超过1000万。而在所有的中国户外留学生当中，有59.34万人选择前往韩国求学，这个数字大约占到了中国留学生总人数的8%。因此，韩国也就成为了我国留学生的第5大目的地。今天，韩国的对华留学业务已经发展到了一种令人难以想象的程度。为了方便中国留学生赴韩求学，一些地方甚至形成了专门的留学城。中国留学生也俨然成为了一些韩国学校的衣食父母。其实，早在2017年就有媒体对在韩的中国留学生发起过调查。这次调查的结果令很多国内的读者感到极其意外，因为韩国已经衍生出了专门针对中国留学生的服务产业。比如，在汉阳大学、高丽大学等中国留学生较多的大学附近，已经出现了专门针对中国留学生的留学城。这里的商贩几乎都不说韩语，而是改说中文，招牌也用汉字书写。他们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让去那里消费的中国大学生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除此之外，附近的美食城里售卖的小食，也是在中国大街上非常常见的那种食物。只要留学生们愿意花时间好好逛逛，他们总能够找到自己在国内喜欢吃的美食。而且，除了一些专门学习中文来做留学生生意的韩国老板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中国东北的外国老板跑到了韩国市场上，专门做针对中国留学生的生意。为了从中国的留学市场上分得一杯羹，很多韩国大学也开始疯狂的内卷。一些韩国大学甚至推出了中文授课的项目，力求让中国留学生来到自己这里深造。因此，很多在韩国留学的中国留学生都感慨称，自己去韩国留学仿佛根本没有出国。在班级里上课的其他同学和自己一样都是中国人，除了老师是韩国人之外，其他的地方与国内学校授课没有任何区别。更令人们感到意外的是，为了能够服务好中国的留学生们，一些韩国的大学教师居然还专门学起了中文。每次上课的时候，他们都要小心翼翼地用磕磕绊绊的中文向学生授课，但大多数时候，学生们听的都是一头雾水。要知道，韩国的总人口也不过才5182万人。根据最新公布的《中国留学蓝皮书》显示，目前仍有20万中国留学生在韩国求学，这个数字差不多占到了韩国总人口的3.8%，其所能够给韩国经济带来的活力可想而知。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了韩国的第1大留学生来源国。每年中韩之间进行外交磋商的一大话题就是发展好中国与韩国之间的留学生产业。因为这个产业不仅给两国的经济带去了活力，同时也给上百万人提供了就业机会。难怪一些中国留学生在网络上发帖称，如果没有了中国留学生，韩国的很多学校恐怕就要面临倒闭的风险了。不过，在韩国留学的中国学生们也总会遇到一些不太顺心的事情，毕竟韩国不比中国，相比于中国，它是一个坐在火药桶上的国家，而且其国情也和中国有着很大的不同。这往往会使得一些初到韩国的中国留学生感到非常诧异，
两相比较之下，他们就会发现，其实出国留学的生活也并没有他们所想象的那么美好。在中国的互联网上，人们提到韩国时，总会谈到韩国的水果有多贵，但其实韩国的物价普遍比中国要高。因为韩国是一个小国，很多的东西只能靠进口，这在无形之中就抬高了物品的价格。甚至在很多学校的食堂里，猪肉和牛肉都是限量供应的，这让很多中国留学生感到大为不解，因为他们在国内的学校中几乎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事情。几个月前，就有中国留学生在网上发帖吐槽了韩国大学食堂里的限肉令。这位中国留学生称，在韩国的大学里，哪怕你有钱也不能多吃肉，因为所有的肉都是限量供应的。有些韩国大学的食堂里甚至会专门用中文做出说明，以便告诉中国留学生相关的信息。因为每一个中国留学生如果都按照在国内食堂里的那种习惯去吃饭的话，学校里的其他韩国学生恐怕就会无肉可吃了。因此，在韩国留学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留学生们就会发现，每天食堂饭菜里的肉类供应实在是少得可怜，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口味稀奇古怪的泡菜。如果有留学生实在想念吃肉自由的环境，那么他们大概率只能花上更高的价钱，去外面的餐馆里大快朵颐了。但如此奢侈的生活条件，终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负担得起的。不久之前，韩国与朝鲜之间的矛盾突然迎来了急速升级的时刻，这对不少中国赴韩留学生和普通韩国民众的个人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比如开头提到的留学生小陈，在前往韩国留学之后，就第一次感受到了来自朝鲜的威胁。韩国政府已经不止一次向他发出过相关的提醒了。原来，因为最近朝韩关系变得无比紧张，朝鲜方面决定向韩国境内投放大量装有垃圾和污秽物的漂浮气球，这些气球对韩国的空气质量和普通韩国人的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一些韩国人甚至在路上开车行驶的时候，都会被朝鲜的垃圾气球给击中。这样的情况在韩国社会内部引发了不小的反响，韩国政府却对此束手无策。韩国政府的这种行为让在韩留学的中国留学生们也感到相当无奈，因为朝鲜与韩国之间的关系始终处于敌对的状态之中，这让在韩国留学和生活的他们也始终面临着风险。虽然南北双方已经停战了几十年的时间，但谁也不能否认，韩国始终是一个坐在火药桶上的国家，而且这个火药桶随时都有可能迎来爆炸的时刻。如果真到了火药桶彻底爆炸的那一天，在韩国留学的中国人恐怕就会集体陷入一种极为尴尬的境地，这或许是他们当初选择赴韩留学时所万万没有想到的。很多人赴韩留学的时候，仅仅只是看中了韩国相对较为廉价的留学条件以及更为便利的留学生活，他们往往忽略了韩国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而后者显然会对他们造成更大的影响。不可否认的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韩国的学校的确在一些学术和产业上拥有过人之处，但这些学校的优势究竟值不值得中国留学生走出国门去向他们学习，这个问题其实还是有待进一步讨论的。在当下的文化和经济环境中，赴韩留学在更多的时候只是被看作一桩一本万利的生意，以及很多中国学生为自身镀金的快捷路径。但这个路径的背后究竟隐藏着多少风险，很多人并不完全知晓。归根结底，留学接受教育是一种投资自身的行为，这种行为和其他的投资行为一样，也具有很多的不确定因素。韩国的留学生活究竟值不值得人们承担这些风险？相信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份属于自己的答案。